在地震警报骤然响起，便利店和超市瞬间被清空时，你可曾想过，最先消失的物品并非泡面或饮用水？日本政府2024年7月发布的灾害预备物资抢购趋势白皮书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最容易消失的前10名物品中，榜首之物竟是你意想不到的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我们身处一个每年都可能遭遇地震、火山爆发、台风、断电断网的地区。灾难来临时，人们的购物逻辑瞬间回归原始本能，先抢水，再抢食物，接着是能点灯发热的，最后甚至连保鲜盒都成了抢手货。韩国庆州地震当晚，超市瓶装水在不到45分钟内售罄。日本311大地震后，一卷卫生纸在拍卖网站上甚至被炒到原价的10倍。数字说明一切。日本总务省报告指出，若大地震爆发，第二天将有超过 65% 的家庭面临居家储备不足。台湾的灾害应变测试也显示，一旦中南部发生 7.0 级以上地震，物流链将断裂超过72小时，仅需48小时，台中、高雄、新竹的超市货架就会全面清空。真正能坚持到第4天还有存粮的家庭不足 10%。这些抢购潮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们有规律可预测，却几乎无人预先准备。现实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被抢光的从来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最容易忽略的隐形刚需。最先消失的10样物品。第10名，口罩和消毒液。别以为疫情过去了，口罩就可以退役了。在各种突发灾害面前，口罩不仅防病毒，更是保护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。地震后的尘土瓦砾、火山灰、断裂下水道的恶臭，以及腐败尸体散发的病菌和石棉颗粒，都是灾区的真实写照。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，仙台市的口罩库存36小时内被抢购一空。熊本地震当天，药局口罩销售额猛增 2300%。同时，消毒液、酒精棉片、湿纸巾等清洁用品也是生命线。停水后，手部脏污带来的病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，能否及时清洁直接决定了疾病的爆发和传播。备好这些，是灾难环境下守护生命的屏障。第9名，猫砂和狗粮。你可能没想到，宠物也是家里的一口饭碗。灾难来临时，很多人会想，我们吃的都不够了，宠物怎么办？2022年日本告知地震后，有宠物主用1罐人类午餐肉换3袋猫粮。2024年台湾断电断网时，某宠物连锁店在20分钟内卖光所有猫砂和猫粮。现实是，人吃东西能替代，但宠物特别是猫，宁饿也不乱吃。而猫砂的需求更现实，断水时不能冲厕所，没有猫砂，家里就会变得一团糟。第8名，开罐器。罐头是灾难必备品，但这玩意你真的能打开吗？2023年日本东京防灾演练发现，82%的家庭有罐头储备，但手动开罐器不到30%，许多家庭甚至只有电动开关器，一旦停电就彻底废掉。2022年台湾高雄一次大雨后停电18小时，便利店老板回忆，卖出去最多的不是水和泡面，而是手动开关器，10分钟内全价被扫空。这个平常几块钱的东西，关键时刻却能决定你的午餐肉能不能吃上。第7名，女性生理用品。
灾难从不等人，更不会等周期。女性生理期如期而至，却往往成为灾难中被忽视的弱点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期间，避难所内卫生棉和护垫的缺货率高达 93%， 许多女性被迫用纸巾、破布替代，导致严重的感染和健康风险。台湾2021年台东地震后，生理用品也一直是呼吁最多、到货最慢的物资之一。防灾清单上没有它，是对女性需求的漠视和轻视。备足生理用品是女性在灾难中最基本的尊严保障。第6名，瓦斯罐与卡式炉。停电停瓦斯后，你还想煮个蛋？这是最容易被低估的。很多人囤泡面、囤米，却没想过没电没瓦斯怎么加热。2024年台湾地震后调查，约 62% 的家庭在断电情况下没有备用主食设备。2023年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后，卡式炉在黑市价格翻了几倍还买不到，瓦斯罐更是成了硬通货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备了卡式炉，却忘了囤瓦斯罐。没有瓦斯的卡式炉，如同断电的微波炉，摆着好看但没用。第5名，电池加行动电源。别看手机功能强大，断电2小时后，它就跟石头没区别。2023年台湾台东地震后，仅花莲与台东两地电力中断时间超过8小时。当天晚上，台东市区便利店所有电池、移动电源、充电线、USB 插座全线断货。很多人家里不是没行动电源，是只有一个，没充电或者年久失修。更尴尬的是，手机电快没时你找不到线，线找到没插头，插头插上没电，一整套现代科技工具统统变成精致废物。电池、充电宝、充电线3位一体，一个都不能少，还得随时保持满电状态。第4名，收音机。手机失效、电力中断、网络瘫痪时，一个小小的电池供电收音机立刻成为你与外界唯一的生命线。2024年日本能登半岛强震后，通讯信号全线崩溃，第一时间传递政府紧急安置信息的并非手机 App， 而是 FM 88.5 电台广播。收音机传递的是生存指令、疏散路线、安全提示、物资发放点，是余震预警，是未来生活的唯一希望。地震发生后仅3小时内，当地收音机销售一空。在灾难中，收音机是断绝所有电子通讯后与你世界的最后桥梁，让你在黑暗中还能听见希望的声音。第3名，成人纸尿裤。这真的是大多数人完全想不到的防灾必备品。在许多灾难现场，成人尿布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婴儿尿布。原因只有2个字：断水。城市一旦断水超过24小时，现代化卫生系统立刻崩塌，厕所成了不能说的秘密。没有水冲马桶，卫生纸用完没得替代，洗手成为奢望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，老人避难所中使用成人尿布的比例高达 72%。2022年台湾高雄因暴雨导致封城，连锁药局爆出纸尿裤类商品断货速度快过饮用水。家中有小孩、长辈或卧病在床者，成人尿布是维持基本生活和尊严的关键。第2名，瓶装水加即食食品。终于轮到大家最熟悉的刚需组合了。瓶装水、泡面、罐头、饼干、面包，这些东西只要一出事，就是购物车里的前排选手。
2024年台湾花莲地震时，市区超商瓶装水平均售罄时间为52分钟，泡面类商品平均43分钟售空。在日本，2023年京都暴雨期间，超市货架上仅剩边角料。这类商品虽然经典，但因为所有人都想到，反而在第一时间全数抢空，没赶上车的人连根吸管都买不到。更重要的是，光靠水和食物是撑不过灾难72小时的，没有加热、开罐、照明、付款的工具，它们也难以发挥作用。第一名，卫生纸。猜了那么久，揭晓答案。灾难来临时，最先被抢光的第一名物资，就是你钱包里最被忽视的卫生纸。它在真正的灾难中，地位直接跃升为末日黄金。为什么卫生纸能称王？因为它不仅是刚需，而且是替代性最差的刚需。食物可以换种吃法，电可以靠太阳能，水可以烧开过滤，但卫生纸这东西一旦没了，很少有人愿意回归原始处理方式，尤其在城市高密度人口区域，厕所没纸等于崩溃现场。2020年台湾疫情初期，一个关于口罩原料跟卫生纸一样的谣言，在3小时内引发全台抢购，甚至有人为一包卫生纸大打出手。2023年大阪暴雨洪灾期间，便利店泡面只撑了半小时，卫生纸15分钟就被抢光，而且是被整箱整箱的搬走。在澳大利亚2021年疫情高峰期，卫生纸一度被当作末日交易物，一卷纸换2罐豆，黑市上甚至炒到原价10倍以上。心理学家分析，在不确定、无法控制的灾难场景中，人们会本能地抓住最能给予安全感的物品。卫生纸代表着秩序、清洁、文明、尊严，是日常生活中最频繁使用却最容易被忽略的工具。一旦生活秩序混乱，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不是吃饭，而是万一上完厕所没纸怎么办？没纸怎么办？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后，部分避难所因卫生纸短缺，不得不临时使用报纸、纸箱甚至干树叶替代，结果引发严重感染与异味问题。灾民回忆，与其没吃的，不如没纸。在无法洗澡、通风又差的临时避难环境中，一卷纸就是生活质量的象征。很多人家里根本没囤。一项调查显示，近64%的中国1线城市家庭卫生纸存量不足2周。一旦断电封城，物流中断，第2周开始将全面陷入尴尬。卫生纸这种东西不像食物可以共享，水可以打包，它只能一人一卷，各自自保。所以真正的第一名不是泡面，也不是电，而是这看起来最没存在感、最没技术含量的卫生纸。台湾作为天灾高发区，地震频繁，台风凶猛，备灾不能靠仓库堆积一屋子食物，而是要讲究科学储备和定期更新。断水断电断粮断纸的现实绝不是遥远新闻，而是随时可能发生在眼前。当水龙头没水，厕所冲不掉，卫生纸用完，电梯停摆，手机成为废铁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场景。建议每个家庭建立一个防灾包，里面含有至少2周的必需品，足量的卫生纸、尿布，包括成人和婴儿，湿巾、开罐器、移动电源、备用电池、收音机、卡式炉与瓦斯罐、口罩、消毒用品、宠物粮。每隔3个月进行一次清点和替换，避免物资过期。台湾的多山地形意味着，一旦主干道路封闭，山区的物流将陷入瘫痪。家住山区的朋友尤其要提前准备足够物资，
不能依赖城市的便利供应。市区居民也要注意，停电断水可能导致电梯停用，楼层较高的居民应考虑备用水桶和便携厕所。老人和行动不便者更需提前准备成人尿布和必要药物。在心理层面，备灾也是一场心态训练。灾难来临时，不仅是物资的较量，更是心态的对决。提前做好准备，不仅能保障物质需求，更能给家人带来安心和信心。备灾不是恐慌囤货，而是科学储备，理性准备。卫生纸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，尿布不仅是婴儿的专利，收音机不是复古摆设，电池和开罐器更是生活必备。真正的生存智慧是在最普通的细节里找到保障生活的钥匙。做好准备，让生活有保障，不为最坏打算，就是最好的安稳。毕竟，谁都希望家门口的那场台风和那次地震不会带走生活的尊严和希望。您家的防灾包都备齐了吗？